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上班第一天，我吃了爸爸饭盒里的鸡腿，结果被他的小秘书看见了，怒扇了我10个耳光。你一个臭保洁，竟然敢偷吃我给董事长做的爱心午餐，你活腻歪了，滚！你被开除了。呵，又是个想给我当后妈的小蹄子。我抬腿就是一脚，将他踹到了墙上。谁先滚还不一定，今天不把你踢出公司，我倒立吃屎。留学归来，我突然悟了一个道理，与其创业败家，还不如进自家公司划水养老。于是在众多岗位中，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公司保洁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上班第一天，我就被分配到刷厕所的重任，吭哧吭哧干完，实在抗不住的，我溜进老爸办公室。我拿起他桌上的鸡腿，大快朵颐。这一刻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吓得回头一看，是我爸秘书。在我还没进公司之前，就成天听我爸念叨他，估计也是个厉害角色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在看清我衣服上保洁的字样后，不屑地笑了一下。一个臭保洁竟然敢进董事长办公室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赶忙放下手中的鸡腿，不是这样。话还没说话，一个巴掌重重地扇在我脸上，给你点教训，不然以后你认不清自己身份。我眼前一黑，满腔怒火直冲天灵盖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打我！他抱着手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是谁又能怎样？我告诉你，这家公司我说了算。公司什么时候改姓林了？察觉我冒犯的目光，他掐住我的脖子，不由分说地扇了我一下又一下。我擦去嘴角的血，连上最开始的那一次，他一共扇了我10个耳光。周围的全部眼睁睁看着，没有一个上前阻止。看什么看？不服啊？有本事你去找董事长，我看他是帮你一个刷厕所的臭保洁，还是帮我这个首席董秘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了什么心思，你不就是想引起老板注意，成功上位吗？只要我在一天，你就休想靠近他一步。董事长只能是我的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就给我滚！呵，我顿时明了其他的心思，原来又是个想上位给我当后妈的小蹄子。我冷笑一声，你防得一时，防不住一世，总有你不在的时候。他瞬间破防，扯着我的衣领，又想打我。不过这次他动作没我快，我一脚将他踹到了墙上。谁先滚还不一定，不把你踢出公司，我倒立吃屎。晚上回到家，老爸看到我红肿的脸，嘴贱地问了一句：你被马桶揣子打了？我朝他翻了个白眼，听说你给我找了个后妈。他吓得一激灵，胡说八道，我心里只有你妈一个。我戏谑地看着他，真没找。那我今天怎么听见你秘书说这个公司他说了算？他立刻反应过来，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老爸抱歉地看着我，对不起，慢慢，我还是不能开除他。手上的筷子立刻掉在地上。什么时候，最爱我的爸爸开始偏袒起别人来？眼泪落得猝不及防。爸爸慌忙给我解释，他父亲生前对我有恩，我不好赶他走。这个恶人终究还是要我来做。你先别告诉他我的身份，我亲自来会会他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到白天挨了那么多巴掌，气得又扇了自己一下。怎么会有我这么窝囊的人？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我一屁股坐起来，给之前当过黑客的发小发了一条信息，帮我查个叫杨琳琳的人。对面秒回：你爸给你找后妈了？待不下去的话，
搬来跟哥住，包吃又包住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这我爸秘书，也是他恩师的女儿。我告诉你，但凡信息漏了一点，我要你狗命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杨琳琳，你给我等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一个猪头脸去了公司。喂，新来的。后勤主管指着我，一脸坏笑。2小时内必须把集团的800个厕所刷干净，否则你就给我滚蛋。不用想，肯定是杨琳琳那贱人的主意。我瞬间就怒了。公司1000个保洁员，厕所明明是一人负责一间，凭什么要我一人负责？别说2个小时了，就是2周我也刷不完。我刷不完，你爱找谁找谁，反正我不去。你再敢逼我，我就去仲裁告你。他脸上露出一点心虚，是杨秘书指定让你刷的，你要是不服气去找他。果然是他。我冲进他的办公室，杨琳琳，你大爷的，给我滚出来！秘书部的人连忙拉住我，你这保洁员怎么回事？董秘的办公室也是你这种人能闯的，你要是不想干，直接走人，不要连累我们挨骂。看他们脸上惶恐的表情，就知道杨琳琳平日里肯定没少打压他们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一个小小的秘书有什么好怕的？站在一旁的姐姐把我拉到一边，你新来的，不知道他后台有多硬，整个公司除了董事长，没人敢招惹他。我咂了咂嘴，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。谢谢你提醒我，不过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凭什么只让我一个人去扫厕所？僵持了许久，杨琳琳踩着高跟鞋姗姗来迟。这会距离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已经过了1个小时。你迟到了，他不屑一顾。迟到又怎样？我可是董秘，谁敢管我？有本事你去找董事长啊！你看我怕不怕？围在这里的人识趣地回到自己工位上，只剩下我和他。厕所刷完了，滚进来，来帮我打扫办公室。我这人有洁癖，办公室有一丁点灰尘，我都要打人的哟！呸！我瞪着他，你这是职场霸凌。我是保洁没错，但我不是你的奴才。他捂着嘴大笑，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保洁啊！保洁刷厕所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？我警告你，10项点就赶紧干活。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这么目中无人，看来还是平时的工作太轻松。走，去找董事长评理。刚才还在埋头苦干的人听到我要去找董事长，纷纷好奇地抬起头，结果被杨琳琳一个眼神瞬间下了大气，不敢出。我不顾他挣扎，扯着他往董事长办公室走。到门口时，他一把挣开我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董事长日理万机，哪里有时间来管你一个保洁？保洁怎么了？保洁就不是人了？对着办公室门我哐哐就是几下，杨琳琳气势瞬间弱了大半。她没想到我胆子居然这么大。好啦，一点小事哪里用得着董事长出面？这样吧，从今以后你都不用刷厕所了，我让其他人去。那怎么行？其他人没有勇气来找董事长，就活该受欺负。说好该怎么刷就怎么刷，公司又不是他的一言堂，制度怎么能说改就改？看到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立刻把脸板着。你就算找了也没用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你未来的老板娘，将来整个集团都是我的。这是软的不行，准备来硬的了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不吃这一套。门从里面打开，我一把将他扯了进去。这是干什么？杨琳琳立刻换上另一副嘴脸。叔叔，我安排了这个保洁去刷厕所，他不服从就算了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。爸爸去世前让您好好照顾我，结果在自家公司就被欺负得抬不起头。
当面喊叔叔，背面就以老板娘自居，这姐妹天生矛盾体啊！我爸听得头疼，看他这样子，肯定平常没少听他唠叨。你也说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咽了一下口水，然后一口气把所有事全部说了出来，就连公司保洁的工作制度我也一并背了出来。杨琳琳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，气得小脸通红。叔叔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没有故意针对他。我说你针对我了吗？他顿时语无伦次。他索性不再搭理我，直接把目光转向我爸。叔叔，你快把他开除吧，他这种不停指挥的人根本就不适合留在公司。切，我自己家的公司，哪里轮到你来发号施令？我爸沉默了一会，随后他抬头看着杨琳琳，琳琳，这件事确实是你不对。杨琳琳直接破防，我哪里不对了？他小小一个保洁，我还不能指挥他做事了。从开始到现在，哪怕站在董事长面前对峙，他都是一副优越感极强的样子。在他心里，保洁好像天生就低人一等。我爸罕见地对他拍了桌子，他是保洁，你是秘书，大家都在为公司做贡献，哪里来的大小之分？再说，保洁有后勤不管，你一个秘书部的凑什么热闹？有些事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，我只不过是看在你爸的份上，懒得计较。杨琳琳气得脸都白了，她以为自己在公司做的那些事，我爸不知道，结果只是看破不说破罢了。董事长说的对，这次是我越矩了，回去我一定好好反思自己。说完，他就委屈地吸了吸鼻子，走到门口做事要离开，结果又被我爸叫了回来。这样吧，杨秘书，你去保洁部体验1个月，这期间你就跟着他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。杨琳琳不敢相信他的耳朵，平日里对他宠爱有加的叔叔竟然要让他去干保洁。我不去，我堂堂一个留学生，怎么能去干保洁呢？嘿，留过学怎么了？我还不是留学回来的。我把自己的毕业证书摆在他面前，怎么样？这回能去干了吗？他死死咬住下嘴唇，不让眼泪流下来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好的，叔叔，琳琳去就是了。这次我走在他前面，之前不少看热闹的人又围了过来，我就跟你说，不要去招惹他。现在好了吧？工作没了，我看你去哪里找福利这么好的公司？就是00后整顿职场，也只有你听进去了。周围人看我的眼神纷纷带上几分同情，有的甚至还幸灾乐祸，跑到杨琳琳面前拍马屁。琳琳姐，一个臭保洁还敢招惹你？我看他真的一点都自不量力，快跟我说说，这次董事长是怎么罚他的？杨琳琳瞪着他，拍马屁的这个人愣是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。看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特意加大音量，小杨啊，收拾好东西就跟我走吧，公司上上下下的厕所都还在等着你刷呢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杨琳琳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我却故意抬高了音量。董事长说了，咱们杨秘书对公司还是不太了解，就决定让他先跟着我刷1个月厕所。我憋住笑，继续说道，你们拉的时候记得拉准一些，万一拉到外面，可就苦了杨大秘书了。刷厕所，周围越来越多的笑声。他平日天天说自己是老板娘，怎么还被发去扫厕所了？我看啊，他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是天天拿鼻子看人，结果连一个保洁都比不过。搞半天，他是自封的老板娘啊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。各种难听的围绕在他身边，他羞愤地站起身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杨琳琳的脸气成了猪肝色，咬牙拿起了马桶刷，
转身离开。对不住了各位，我先带他去刷厕所。吭哧吭哧地指挥他刷了3间厕所，他就累得站不起身。他把刷子往地上一丢，你少得意。然后迫于现实，他又乖乖地把刷子捡起来，接着刷。晚上回到家，老爸问我他的工作情况，突然门铃一响，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直接愣在原地，竟然是杨琳琳。他也被吓了一跳，怎么是你？他丢下花就跑，我解释的话都还没有说出口。怎么了？怎么一副便秘的样子？我白了他一眼，这下好了，明天全公司都会知道我的身份，知道我一个留学回来的人竟然干起刷厕所的话，他们肯定会嘲笑我的。我绝望地捂住脸，只希望明天一切顺利。到公司的时候，他们每个人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强烈，甚至可以用稀松平常来代替。幸好，大家都不是八卦的人，发什么呆啊？赶紧刷，公司的人就等着你呢。杨琳琳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就说：叔叔怎么这么偏袒你？感情你是他的情人啊？噗，一口水全部喷了出来。他想的竟然是这层关系。你去帮我跟董事长说几句好话，让他把我调回去，不然我就把昨天晚上看到的事情说出去，是他跑来求情，结果被我吓走的这件事吗？虽然有点不光彩，不过说就说了，无伤大雅。你去说吧，我不在意。我想好了，就算我是董事长女儿这件事被全公司人知道，我依然要干保洁的工作。这工作既不用卷生卷死，又不用费尽心思去揣测领导的心思，简直不要太爽。他被我无所谓的态度惹恼，你少在这装洒脱，其实心里在意的要命。这有什么好在意的？说就说了。我无所谓的站起身，在你说之前，记得把厕所刷干净。然后我又干起刷地板的活，几下就把地板刷得干净整洁。来不及欣赏的我被发小的连环电话叫了出去。我去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他一副兴奋的样子。为了不让他失落，我勉为其难地配合了一下，结果被他嫌弃演技太烂。杨琳琳根本不是你爸恩师的女儿，她是被收养回来的。而且你别看她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实则背地里玩得可花了，孩子都打了好几个。我被震惊到说不说话。她这么狂野的吗？更震惊的是，她唯一可以依仗的那份恩情居然是假的。这下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。谢谢你啊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我激动地回到公司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发现其他人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友善了。我当作无事发生，拎着自己干活的桶前往下一个工作地点。结果杨琳琳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一脚把我绊倒，脏水洒了我一身。去哪呢？一心想要爬床的贱人！哼，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。上次你打我那几个耳光，我都还没有找你算账，现在你又欺负到我头上。我捡起地上的水桶就朝他头上砸去，水桶直击他的脑门，他痛苦地捂住头。你敢打我？这还只是开胃菜。我上前抓住他的头发，左右开弓，打得他直不起身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他不停地嚎，但是没有人来帮他。也不怪其他人冷漠，谁叫他平日里这么目中无人。最后不知道谁把我爸叫来，我这勉为其难的才放他一马。我们两个狼狈的站在办公室里面，我爸气得吃了好几颗速效救心丸。你们两个为什么就不能和平相处呢？我撇了撇嘴，人家架子大，我这种小保洁可高攀不上。杨琳琳捂住脸，楚可怜地望着我爸。叔叔，您让我跟着他干保洁，我毫无怨言地干了。现在就因为我多说了一句话，
他就这么打我，我还是走吧。这个公司已经容不下我了。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对我最好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。放屁！你根本就……我爸制止了我，别动不动就想着走，你的惩罚到期了，明天就回秘书部。杨琳琳顿时露出笑容，谢谢叔叔，然后撒欢地走出办公室。爸，你怎么就向着他？今天明明是他故意招惹的我，而且他根本就不是杨叔叔的女儿，他是抱养回来的。我爸递给我一杯茶，稍安勿躁。公司前不久一直在丢重要文件，技术部始终找不出问题，所以你怀疑是他干的？嘘！我爸朝我比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是不是他？1个星期就知道了。下班后耐不住发小的软磨硬泡，我跟着他出来喝酒。到了包厢，几个好久未见的朋友兴奋地叫着，终于把陆大小姐请了出来。怎么着？您这是干保洁干上瘾了？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。你懂什么？保洁的活哪是一般人能干的？是，你说的对。由于我的加入，现场的气氛更上一层楼。玩得不亦乐乎时，发小的一声尖叫让整个包间安静下来。你要死了！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他战战兢兢地把手机递给我。曼姐，您成红人了。我接过手机，看清楚 PPT 上面的内容，牙都咬碎了。杨琳琳这个贱人，居然造谣我是我爸的情人，还把那天我去开门的照片发在上面，高清无码的那种。底下的评论更加不堪入目，就连手机都莫名收到了骚扰信息。怎么说？需不需要我们出手？这帮人都是我从小玩到大的，除了他们，我也不相信其他人。于是，原本火热的酒局立刻成了一场反击大战。懂法律的朋友帮我保存证据，学美术的朋友则帮我准备反击 PPT。做好了，我现在就发出去。我连忙阻止他，别急，先让子弹飞一会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公司那群人看我的眼神那么不友善，感情是杨琳琳在作怪。我说过的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杨琳琳将我拉进楼梯间，怎么样？那个 PPT 还喜欢吧？我最开始还意外，你这么年轻漂亮，放着大把的工作不干，跑来当保洁。那晚我才反应过来，你这冲着董事长来的。我不屑跟他争辩一句话，那句 PPT 你删还是不删？他得意地看着我，打死我也不删。上面的哪一字说错了？好，记住你现在的话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我有一点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勾搭上董事长的？我挑了一下眉，这么想知道，今晚来董事长家，我好好跟你说。出来后，我直冲董事长办公室。爸，泄密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？我爸把监控放在我面前。原来每晚下班后，杨琳琳都会跑到我爸电脑上拷文件。这件事解决了，那么接下来就到我的事了。明晚记得回家，有场戏需要你配合一下。从办公室出来，几个好事的同事围在一起。你看这狐狸精，这么点时间都要跑进去找董事长调情。之前董事长罚杨秘书去干保洁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。看来我当时真没感觉错。长得好看就是有捷径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杨琳琳的事，他们也是落进下石最厉害的那几个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爸挑人的眼光，怎么净挑些长舌妇？说够了吗？我站在他们身后，他们顿时吓得四散分开。杨琳琳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不过我懒得回应她，毕竟重头戏还在后面。我去找人事办离职，人事姐姐担忧地看着我，小曼啊，姐多一句嘴，虽然你现在年轻漂亮，
但始终有老的一天，你还是要靠自己。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他真相。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回到家，我好好的布置了一下。7:1到，杨琳琳盛装出席。你这是来跟我争宠？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。虽然你上不了台面，但陆叔叔始终是我长辈，见长辈当然要正式一点。过了一会，我爸按照我的要求，特意晚了10分钟回来。杨琳琳激动地站起身：“叔叔，您回来了。”我爸没有理他，反而慈祥地看着我：“慢慢，爸爸回来了。”杨琳琳顿时僵在原地。杨琳琳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爸，然后又转头看向我。难道是他搞错了？我接过爸爸手中的包：“爸爸，辛苦了，赶紧吃饭吧。”这句话说得我直放了心。哎呀，我爸的演技有些拙劣。琳琳也在这呢，之前一直忘记给你介绍，陆漫漫，我女儿，之前被你扇耳光的那个。杨琳琳声音都抖了：“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女儿怎么可能会跑去干公司保洁？叔叔，您一定是在骗我，你们一定在演戏。”我啪的一声把户口本甩在他面前：“究竟是不是演戏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他丫的，这傻子还真捡起户口本，一页一页的翻起来，看到最后，户口本差点没掉到地上。怎么样，这回相信了吧？他红着眼哽咽道：“你居然一直在骗我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的身份？”最开始我是想说的，但是被他打了那一耳光后，我立刻没了这种心思。我要亲眼见证他信念崩塌的样子。现在吃饭还要几分钟，我们坐着聊一下。我爸把杨琳琳叫到他身边坐着：“琳琳啊，你知不知道公司这段时间一直有文件泄露？”他愣了一下：“知道，公司不是说已经找到泄密的人了？”我爸神秘地笑了一下：“那都是骗人的，为的就是让泄密者放松警惕。我实话跟你说，公司现在已经知道泄密者是谁了。”杨琳琳直接吓得从沙发上摔了下来。我笑着把她拉起来：“爸，你也真是的，好端端的吓她干嘛？快过来吃饭。”杨琳琳战战兢兢地坐在我旁边：“慢慢，我吃饭不要说话。”一顿饭吃完，杨琳琳碗里面的米轻微受了个皮外伤。“是不对你胃口吗？我让厨师重新给你做几个。”他拉住我的手，抽噎起来：“慢慢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。”我不知情地摊开双手：“你做什么了？就对不起我。”他止住眼泪：“我不应该胡说八道，更不应该把你做成 PPT 发到网上。”我脸瞬间黑了下来：“原来你也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啊！发之前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会对我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？”他哭着摇头：“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伤害你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要是对不起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”于是我当着他的面把之前做的 PPT 上传到网上，不出我所料，立马登上了热搜。原本对我的讨伐声瞬间倒戈。在他那边，他看着各种各样侮辱性的评论，瞬间破大防。他连滚带爬地跪在我爸面前：“叔叔，求你了，看在我爸爸的面上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把这个 PPT 撤下来。”这一次，我爸没有再被他道德绑架。他拿出当年的领养文件：“之前看在你爸的面子上，我处处容忍你。你在公司里胡说八道，我也没管你。你打我女儿，我也忍了。结果你呢？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她。杨琳琳，就算你是老杨的女儿，我也仁至义尽了。可偏偏你还是领养的，我更是问心无愧。”他瘫坐在地上，他知道自己这回事彻底完了。警察来得很迅速，
被带走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。我以造谣加诽谤罪起诉了他，公司那边则以侵犯商业机密同时起诉了他。庭审那天，我去了现场，他变得憔悴不已，和之前尖酸刻薄的形象天差地别。一看见我，他立马激动起来：“王八蛋，臭婊子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等我出来，我饶不了你。”我不屑地笑了一下：“你先把面前这关过了再说。”证据确凿，数罪并罚，他一共被判了8年。判决书出来的那天，刚好是我之前说的1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。回家路上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我瞬间想通了一件事：家里花这么多钱让我去学习、见世面，为什么我要选择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保洁工作？为什么不选一个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福利的工作？在我干保洁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公司的人多多少少都存在歧视意味。就比如那天我急着去楼上打扫，就和他们正式员工挤了一下电梯，结果一整个电梯的人全部捂着鼻子等下一趟，唯独剩了之前劝我的那个人事姐姐。我就想不明白，大家都是打工的，难道还要分什么高级牛马和低级牛马吗？不服气的我当即就向老爸提出申请，我要重返公司，而且是要当2把手的那种。我爸听了我的想法，当即表示放心大胆的干，有什么困难他来顶。第2天，我爸在大会上当着全公司的面向众人介绍我的身份，这是我的女儿陆漫漫，之前在公司当过保洁，现在由她来接受公司总经理一职。我笑着向大家挥手，接下来的日子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之前蛐蛐过我的那几个同事瞬间睁大眼了，没想到吧，老娘还有其他身份。正式入职之前，我去找了之前的那个人事姐姐：“姐，怎么样？我没让你失望吧？”她欣慰地看了我一眼，当时我就觉得你不是那种人，接下来的时间好好干。告别她以后，我出来刚巧碰上那几个长舌妇，躲什么呀？找你们一个早上了。我抱着手站在他们面前，通知你们一声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几个被开除了。一个胆子大的看着我：“凭什么？就算你是董事长女儿，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开除我们。你要是不给个说说，我们就赖在这不走了。”我被气笑了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脸皮厚的人？先不说他们蛐蛐我的事，就单单欺负公司底层员工的事，我都撞见了好几回。之前没说，是想着他们能改，现在说出来，说明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干脆点，你们体体面面的走，公司该给的补偿1分不少。要是闹到大家都不愉快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。他们不服气的看了我一眼，最后还是收拾东西走了人。解决完这几只害虫，我又大刀阔斧的改革了后勤部，给每个后勤部人员都设置了一个休息间，虽然不大，但是能让他们在闲暇之余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之前我看见好几个保洁阿姨都躺在厕所堆杂物的房间休息，说实话，真的有点于心不忍。我爸看着蒸蒸日上的公司，欣慰地拍了拍我，不愧是我陆振华的女儿。我们站在窗边，从上往下看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都匍匐在我们脚下。我想，偌大的商业帝国，总该有我们女性的一席之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